这个世界有钱人能买到最强的职业，武徒、士兵、刽子手，而穷人只能买到最弱的职业，酒鬼、乞讨者、侍女。男主就是其中的穷人，妹妹为了给他凑到最便宜的转职材料，在富二代家里打工，经常受到骚扰，却忍着不辞职。而大哥患上了肾衰竭，还在努力工作，2个月内凑不齐手术费就会死掉。鬼星上，男主看着手表自语，都说使用转职材料后，只要在鬼星上存活5分钟，就能自动完成转职，但那是正常情况。现在他们遇到了人脸兽，怕是1分钟都活不下去。又一个探险者被杀，现在只剩男主一人了。可前世悬崖后有怪物，他已无路可逃。很快人面兽就找到了他的位置，举起手中长矛就要结果他。男主咬牙，难道我倾家荡产来到鬼星，就是来等死的吗？哥哥和妹妹还在等着我回去，可我现在不但没有完成转职，还浪费了全家人的积蓄。这时人脸怪已经丢出了手中的武器，不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为了家人赌一把，去赌那唯一活下去的机会。他冲向了山崖，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东西飞来，他一个侧身躲开了致命攻击，但人也从山崖上掉了下去。就在他和怪物四目相对时，由于您的行为与赌徒十分契合，恭喜您触发1%获得隐藏职业的概率，现您成功完成转职，祝贺您成为光荣的隐藏职业赌徒。山崖底部，男主缓缓睁开眼，什么情况？我没死，之前受的伤也全好了。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蓝光，随后一个女人从光幕中走出。因您及时转职成功，刷新了基础属性，相当于满血复活了。男主惊讶，你是与鬼星一同存在的智脑。随后智脑向男主介绍起了他的职业天赋，加倍，您得到的系统奖励或惩罚都会触发双倍效果，并有1%几率触发超级加倍效果。超级加倍触发时，奖惩将翻至10倍。因为您获得加倍天赋时触发了加倍天赋，因此您的职业天赋也翻倍成了2个。您获得的第2个天赋是超级暴击，您的暴击伤害修改为200倍，初始暴击率设定为0.1%。再看男主的属性面板，一般人转职后总属性都在20点左右，而他的属性却高达36点，这是因为奖励的属性点也翻倍了。想到这里，男主兴奋了起来。正常人升1级加10点属性，而他翻倍加20，不就相当于他升1级等于别人的2级？还有超级暴击的天赋，只要他把暴击率加上去，那触发暴击的伤害岂不是很恐怖？男主握紧双拳，太好了，这样我就能很快为大哥赚到医药费了。这时一个窗口弹出，系统要求他7日内抵达圣药城完成新手任务。转职成功只是第一步，要成为真正的转职者就必须完成新手任务，而转职者的出现还要从鬼星的降临开始说起。一颗比地球大10000倍的星球忽然降临，人类没有发生变异，但动植物却受到了影响，异变成了名为兽神的可怕怪物。他们肆意破坏屠杀人类，而人类的热武器却奈何不了他们。绝望之际，人类发现地球上出现了许多神奇的光门，而人类进入其中就会以数据的形态传至那颗比地球大10000倍的鬼星。人们来到鬼星后发现，鬼星似乎是一个超真实的数字世界，在这里人类能转职成各种职业，一旦转职成功就能获得强大的天赋和属性值，甚至在升到一定等级后就能把这股超现实力量带回地球使用。届时人类会变得和兽神一样强大。男主捡起那只怪物掉落的武器，便朝着圣药城的方向出发。他需要谨慎地穿过怪物遍布的密林。忽然前方的丛林传来一声惊叫，男主赶过去，躲在树后观察。只见男人正被几条毒蛇攻击，他一边挥拳一边大叫，而且声音有点熟悉，只是攻击的姿势有点娘。这人正是男主的好基友原著。男主冲出，甩出手中长矛，瞬间杀死一条毒蛇。接着他冲向长矛，打算取回武器，2条蛇却向他咬了过来。原著大喊小心，这些蛇的速度很快。男主一个翻身躲开了2条蛇的攻击，这一幕把原著惊呆了，居然躲开了，看来我2倍的属性比这些1级陆行蛇快多了。那么一阵刀光闪过，2条蛇便被他斩于毛下，而男主也收获了3点经验。突然原著给他来了个猛男拥抱，缓过劲来，男主询问起原著的职业。原著挽起肌肉，我的职业是武徒，武徒是圣药国排名前5的职业，但转职材料也是天价，要5000万。他问柱子，你不会是借高利贷了吧？柱子却说以后再告诉他。随后男主捡起了地上的尸体，在鬼星很多打到的东西都能换钱，男主也是想以此在鬼星赚钱来回馈家人，而收集到的物品会以卡片的形式保存，以方便玩家交易。就在2人准备离开时，草丛忽然迈出一双玉足，动静瞬间把2人吓了一跳。只见丛林里走出了一个女孩，你们好，我叫苏暖暖，我一个人很难通过试炼，请问我能和你们组队吗？在鬼星危险的不只有怪物，还有陌生人。男主自然是拒绝了对方的组队请求，可女孩却靠了过来，表示她的职业是医生，不仅能治疗，碰见毒蛇还能提取毒液，涂在武器上增加伤害，只求男主不要丢下她。听后男主也思索了起来，医生这个职业确实没有威胁，而且接下来试炼的路上受伤了也需要治疗。最终他同意了苏暖暖的组队请求。与此同时，地球圣药国江中城18号鬼星传送门基地数据研究中心里，一个男人正看着电脑屏幕中的数据。这个腕表真不错，能精准定位探险者在鬼星的位置，还能探
探测鬼星的各类数据，而且越高级的腕表功能也越丰富。这时，一个穿着制服的教官走了进来。李教授，目前新人状况如何？我妹妹怎么样了？就腕表的定位来看，已有很多新人被淘汰了。你妹妹苏暖暖好像和2个人组队了。苏兰兰大惊失色，她是胆小找人组队了吗？我再三叮嘱过，新人切忌组队，因为新人试炼里人数越多，引来怪物的可能性就越高。3分钟后，苏兰兰和李教授脸上凝重，监测显示苏暖暖身边果然出现了2只人脸兽。苏兰兰心急如焚，1只人脸兽就能屠杀新人，碰上2只，暖暖几乎不可能有生还的机会。鬼星上的死亡虽然只相当于我们游戏里死去的角色，但那种真实到极致的死亡体验会给人的心灵造成严重的影响，严重的甚至会精神崩溃疯掉。想到这里，苏兰兰就要去出口接妹妹，好第一时间给她做心理辅导。结果刚走就被李教授叫了回来。等等，他们没死，而且那2只人脸兽已经被他们杀掉了。这则消息瞬间震惊了研究室的所有人。回到3分钟前，2只人脸兽发现男主3人后发起了攻击，3人拼命的逃亡，但2人的速度实在太慢了，眼看就要被怪物攻击到。男主一个急停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挡住他们。柱子泪目的看向男主，男主握紧手中武器低喝，走，我留下就行，不然我们3个人都得死。说完他高高跃起，一矛插进人脸兽的胸口，人脸兽顿时发出惨叫，男主欣喜，刺中了。可下一秒，一只巨手向他拍来，他直接被拍飞撞到石头上。那只人脸兽还有还手之力，男主咳出2口血，不行，人脸兽的生命值似乎很高，我没法一击毙命。而此时人脸兽已经向他扑了过来，可恶，要被杀了吗？我的新手试炼要结束了。苏暖暖捂着嘴请求道，柱子，凯有危险，我们回去救他吧。然而柱子却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。与此同时，地球江中城居民区，柱子的母亲正在招待客人。多亏了您给柱子那些珍贵的转职材料，也不知道您为啥看好我家柱子。您别看他人高马大的，其实胆子小得很啊。他要是在鬼星碰上怪物，肯定连战斗都不敢。黑衣人接过茶水说道，是的，原著母亲，您孩子在面对危险时是比常人恐惧，但我发现这孩子有时尽管在害怕，可只要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，他就绝不会怯战离开。原著狂吼一声，一拳打飞了2只人脸兽。尽管因为害怕而浑身颤抖，但他还是说道，凯，你特么因为我胆小就把我当外人保护了吗？我们是兄弟，兄弟就要一起走。男主不敢自信地看向柱子，要死也一起死。爆发了！柱子终于爆发了潜藏在体内的力量，他一拳将人脸兽打倒在地，虽然伤害低了点，但却有着极强的控制力。这就是武图吗？思考间，男主的身上亮起了治愈光芒，是苏暖暖在给他治疗。你回来做什么？你不是战斗职业，你快走！苏暖暖含着泪吼道，不，我不走。医生遇见伤员，就算再害怕也不能走。当年我的父亲就是在抵御兽潮中，因为失去医疗支援才牺牲的。现在我的队员也需要支援，我怎么能丢下你们逃走？也许是情绪的影响，治愈的效果大大提升，男主的伤竟在一瞬间被治愈了。他露出微笑，好，我明白了，既然你们都这么不怕死，那我们就一起活下去吧。此时柱子还在努力地抵挡人脸兽的攻击，现在的问题是，即便他们3人合力，伤害也不够杀死人脸兽，得想个办法才行。忽然男主想到了什么，他记得苏暖暖说过，他能提取蛇的毒液增加伤害。男主立马将蛇的尸体取出，暖暖，你说你能提取毒液是吧？给你，你能一边提取毒液一边给柱子加血吗？苏暖暖尝试了一下，没想到居然可以，就是有点手忙脚乱。柱子的职业是武图，能作为肉盾抗住人脸兽的攻击，而我在武器上涂抹了毒液增加攻击力，能更好的输出，再加上苏暖暖这个奶妈，我们已经形成了盾奶输出的完美组合。凭借着这个完美组合，我们应该有一战之力了。想到这里，男主冲了上去，柱子，给我控住1只人脸兽。没问题，看我的！柱子一个上勾拳打中人脸兽的下巴，人脸兽陷入僵直状态，男主跃到人脸兽头顶，一矛刺下。击杀2级人脸兽，目前经验值 5%。男主露出微笑，柱子张大下巴，暖暖喜极而泣，成功了。此时1只人脸兽已经倒在了地上，团队配合果然有效，就剩1只了。下一刻柱子主动上前吸引怪物，暖暖在后面治疗以及给武器上毒，男主则是找机会发起致命一击。另一边，苏兰兰看着屏幕不敢置信，3个新人杀了2只人脸兽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刘博士分析，确实，腕表数据显示，暖暖目前是没有击杀能力的，他队伍里的武图一级伤害也很弱。这么看，击杀者很可能就是队伍里那个叫江凯的人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我们查不到他的职业，查不到职业，怎么可能？画面转回来，2只人脸兽已经变成卡片被男主收起，而他们3人则是累瘫在了地上，不过表情却是充满了成就感的开心。暖暖兴奋道，现在我们有对抗人脸兽的实力了，应该能稳稳抵达试炼终点了吧？男主却告诉他不急，去圣药城的时间还很充裕。2人疑惑地看向男主，不去圣药城去哪？男主提议道，军方有积分排行榜，只要能进前3就会奖励装备，据说奖励的装备很不错，我们既然有了杀怪的实力，为什么不多杀点怪获取积分，然后把军方的奖励拿下呢？2人瞪大眼睛，凯，你真的很缺钱吗？几
个小时后，柱子被丢在树林里给陆行蛇打窝。凯，你让我一下引那么多蛇，会不会一下就嘎了呀？男主安慰道。柱子大胆点，你可是武徒，特点就是能打能抗，况且还有暖暖随时给你治疗，没事的。话落，3条陆行蛇就飞向了柱子，男主趁机出手击杀，2秒不到，3条陆行蛇就变成了材料和经验。因为鬼星上的规则是只有击杀者才能拿到怪物的经验，所以队伍决定让男主独享经验，优先升级。升级了！江凯杀了满地的陆行蛇后，终于升到了2级，而他也一如既往的触发了加倍效果，获得了双倍的属性，所有的属性加起来更是高达56点。要知道普通人1级的总属性也才10几点，就拿我们的奶妈苏暖暖来说，他1级总属性也才可怜的12点。再拿柱子这个排名前5的职业武徒来说，他1级的总属性也才26点，而男主现在只是2级，后面等级越高，他的属性与其他人的差距会更大。升到2级后，鬼星之脑如约而至，玩家升至2级将获得一个职业技能，但因触发赌徒职业天赋加倍，您将获得2个技能。技能1：鬼手飞牌，投掷物品时附带 20% 穿透效果。投掷卡片类物品时，穿透效果提升 200%， 但精神力消耗提升 100%。技能2：鬼眼专注，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提升 50%， 使用时精神力消耗提升 100%。两个都是远程技能，看来赌徒的定位是远程输出啊，他感觉挺适合当老六的。感慨完，男主对着身后2人说道：“哥变强了，哥带你们去刷经验更高的怪，快抱紧哥的大腿。”暖暖已经成为了男主的小迷妹，谢谢，给。柱子一脸鄙夷，靠，又让这小子装起来了。2天后，数据研究所，李教授感慨道：“苏教官，没想到又过了2天，你妹妹还活着。”苏兰兰笑道：“新人组队还能存活，看来那个叫江凯的还是有点实力的。”也就在这时，一个工作人员冲进来紧张道：“负责新手区的同志注意，新手试炼马上有危险了，请立刻警戒起来。”众人闻言一惊，这时一个老头走了出来，他是江城区最高指挥官魏英。魏英说道：“上头检测到有 L 国的偷渡者入侵我华国新手区，并且还是罕见的大规模入侵，大家抓紧做好应对准备。”苏兰兰顿时紧张起来：“魏老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假的老夫就不会来这了。”苏兰兰瞳孔骤缩，偷渡者可是 L 国专门虐杀他国新手，并以此阻碍他国发展的特殊职业。因为鬼星的新手试炼，高玩是不能进去帮新人的，只能靠新人自己通过。但 L 国的专属职业偷渡者不同，他们可以依靠偷渡者的职业特性潜入他国新手区，并且别国都无法反制。偷渡者手段极其残忍，他们专门虐杀他国新人，给予极其恐怖的死亡体验，目的是让被折磨的新人恐惧登陆鬼星，以此大幅遏制他国的新玩家数量。想到这里，苏兰兰的脸色极其难看，她妹妹的承受能力那么差，一旦碰上那帮畜生，不敢想象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次华国的新人中有个开了外挂的变态，被虐杀的是谁还不一定。やれやれ、もまりの流し。やれやれ。男主终于遭遇到了乌鸦哥的晚安大小伙袭击，面对最低都是3级以上的偷渡者，仅只有2级的男主和2个1级的队友，他们能在偷渡者的围堵中活下来吗？3分钟前，男主一行人还在林间行走，男主忽然看向一个方向，眼瞳发出绿色的光芒，随后举起手中的铁钳，朝着那个方向投掷。队友搞不懂男主在干嘛，只听一声响声过后，男主连忙朝那个方向赶过去，只见5亿公里外，一只野生佩奇被男主的铁钳扎死了。探险者江凯击杀2级短刺野猪1只，目前经验值为199%，只差1点就能升到3级。队友震惊，这么远距离也能杀猪，这合理吗？这很合理。男主拔出佩奇身上的铁签，在材料收集的提示窗上点了个是，这才和队友解释道：“我能千里取猪首级，完全是因为我新获得的2个职业技能。我先是开启鬼眼专注，提升自己的可视范围和目光追踪能力，用来锁定野猪的位置，然后再使用鬼手飞牌，投掷物品时附带 20% 的穿透效果，这才能一击精准击杀野猪。收集好野猪掉落的材料后，男主准备带着2个队友去猎杀其他野怪，结果在路过一条河时，河里却发出了奇怪的动静。随后不断有水柱冒合，紧接着一个个人影出现在岸上。男主震惊，这合理吗？这很合理，我们是偷渡者，从河里上来很合理吧？说完，一群人向着男主靠近，不一会就将他们3人给围在了中间。也就在这时，最后一个人从水里出来，男主看去，只见那人露出一个邪魅的笑容，一看就知道是反派老大。乌鸦确实很能装，也被他装到了。他开口道：“这次上头的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虐杀所有龙国的新人玩家。”奶妈听后惊呼：“凯，我知道这些人了，他们好像是专门虐杀新人的偷渡者。”2人顿时震惊，什么？此时奶妈已经用手表探测出了一众偷渡者的等级，最低的都是3级以上的，甚至还有一个5级。男主咬牙，人多就算了，还有个5级，这群人还要不要脸？我现在总属性顶多和4级探险者对抗，想要对付5级，除非我能拔腿就跑。柱子、暖暖，你俩一队，我们暂时分头逃跑。说完，柱子和暖暖立马往另一个方向逃去。这时乌鸦哥得意一笑，没想到龙国人这么怂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过去2个人把那个单独逃的杀了，剩下这2个我们慢慢折磨。男主在林间快速奔跑，2个偷渡者紧追在后。这小子跑得还挺快，等我追上去了，非得给他来个晚安大小伙。结果下一刻，男主就消失了。2个偷渡者连忙停下，好，这么玩是吧？别让我找到你，大小伙。
结果他刚说完，一根铁签就朝他射了过来。自信哥持刀准备格挡，哈哈，一个新人的攻击，我随随便便就能挡下。死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因为他力齐了？呵，一击就死，这就是偷渡者吗？好像也不是很强嘛。偷渡者慌忙打开腕表查看男主信息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你不是新人吗？我3级总属性才45点，为什么你2级就有60点了？这合理吗？三眉飞毛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挂壁，从不讲理。看来我分个击破的策略还是很有效的。现在我距离3级还差一点经验，根据鬼星规则，我击杀了探险者，秀呢？您成功击杀探险者，可拾取被击杀者腕表，并且可在被击杀者尸体消散前，选择是否掠夺被击杀者的经验。目前您击杀2人，每人可掠夺100经验，您掠夺多少，对方就会失去双倍经验。男主兴奋，没想到击杀探险者的经验比野怪多那么多，掠夺他们每人100经验吧。好的，您已获得200经验。恭喜您升至3级，等着吧，乌鸦哥！升级了，升级了！江凯在吸收完2名偷渡者的经验后，终于升到了3级。此时他的总属性已经达到了恐怖的76点，5级的偷渡者总属性估计也才60点左右。现在他终于有了回去救队友的实力。与此同时，柱子和暖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暖暖还在拼命的给柱子治疗。围观的偷渡者不但不阻止，还催促他们快点治疗，治疗完好被折磨。暖暖眼含泪水，问柱子：江凯还会回来吗？柱子眼神坚定，会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虽然凯他平时在追女生时老临阵脱逃，但要是碰上朋友或亲人面临危险的时候，无论是多么绝望的情况，他都一定会出现。发落，江凯射出手中的暗器，正要折磨柱子2人的偷渡者脑袋被刺穿，暖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江凯的暗器。柱子兴奋道：我就知道他会回来的。队友一个个的被击杀，乌鸦哥四处张望，却根本找不到出手的人，他慌了，他怀疑是不是龙国诞生了什么能进新手区的职业，要不然怎么能一击秒杀3级探险者。想到这里，他拔腿就跑。偷渡者靠等级压制，欺负新手还行，但同级对战绝对不是其他职业的对手。可江凯怎么可能放过他？折磨了我的队友，你还想跑？把命给我留下！长矛射出，直接从后背贯穿了乌鸦哥的身体。自此，偷渡者小队团灭。江凯这时也走了出来，暖暖你们怎么样了？暖暖立马扑向江凯求助道：江凯，你快看看柱子哥吧，他为了保护我，伤得太重了，我已经治不好他了。柱子却看向男主说道：凯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，但这次我可能没法跟你们走下去了。搞笑了，搞笑了！原本以为自己要死的柱子，在发表死亡感言后却没死，而是被江凯拿起一个偷渡者砸在身上。原来江凯特意留了6个偷渡者没杀，给他俩补刀掠夺经验升级，升级了就能满血复活。2人这才反应过来，鬼星上是可以击杀探险者获得经验升级的。江凯笑道：刚才他们折磨你们了是吧？现在你们可以折磨回这帮偷渡者了。2人顿时来了精神，偷渡者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他感觉这3人比他们还像偷渡者。此时廖国偷渡者部门刚从游戏中退出的人都疯了，死亡的痛苦体验让他们难以承受。廖国的高层也张大了下巴，搞不懂他们的偷渡者为什么会被虐成这样，一度怀疑龙国出现了对抗偷渡者的职业。与此同时，龙国数据研究中心刘博士收到了暖暖腕表传回的数据，姐姐苏兰兰连忙询问情况，指挥官则是淡定的喝茶。他认定了没有新人能从偷渡者手中逃脱，刘博士却给他们爆了个大雷，苏暖暖不但没有死，还升级了。指挥官和苏兰兰震惊，怎么可能？碰上偷渡者不死就算好了吗？还升级？难不成偷渡者还帮他们杀怪吗？刘博士否认道：不，暖暖升1级我还勉强相信他是刷怪升的，但数据显示暖暖一下升了2级，这就只有一种可能了，那就是暖暖他们杀了一群偷渡者。水杯掉在地上，军长快出了残影，快给我看看暖暖小队的数据。随着屏幕的显示，暖暖和柱子的资料都显示了出来，唯独江凯的资料一直不明。军长确认后开心道：居然真的都是3级了，如果不是击杀了偷渡者，确实不可能在短时间连升2级。苏兰兰却看出了问题所在，暖暖是非战斗职业，那5图前期伤害也不高，难道偷渡者都是那个江凯打残的？这也太夸张了。直觉告诉军长，肯定就是那个江凯干的，但为什么他的职业等级显示不出来？而刘博士这边也终于找到了原因，江凯使用的腕表是最老款的初代腕表，因为初代腕表的服务器早就停止维护了，已经很难连上网了，所以才很难查到他的信息。什么年代了，居然还有人用这种老古董腕表？军长却觉得很有意思，他郑重吩咐道：去县市给我搜集江凯那小子的全部资料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秒杀了，秒杀了！江凯竟以4级越阶，秒杀了9名5级偷渡者，这就是隐藏职业赌徒的恐怖之处吗？就在刚刚，江凯把偷渡者留给队友补刀后，柱子连升2级到了3级，暖暖也一样升到了3级。柱子获得了新的职业技能旱地践踏，可以击飞附近的敌人。暖暖获得了医者仁心，治疗能力变得更强了。柱子以为江凯还停留在2级，在他面前洋洋得意。男主直接亮出了他4级的属性面板，把柱子惊掉了下巴。暖暖瞬间用崇拜的目光看向江凯，随后询问他接下来该怎么行动。江凯在击杀偷渡者2队的时候，听到偷渡者1队也在附近，所以他决定带着2人去猎杀偷渡者1队。
两人被江凯的这个决定吓到。与此同时，偷渡者一队这边在听说了二队被团灭后，纷纷嘲笑二队就是垃圾，居然被新手团灭了。唯有队长表情严肃，觉得这件事绝不是空穴来风，提醒队员小心提防。不久后，男主一行人已经来到了偷渡者一队附近，柱子紧张无比。凯，你确定我们能打得过9个5级偷渡者吗？暖暖也萌生了退意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江凯却露出了兴奋的表情，别怕，以我现在的属性，就算杀不了他们，保护你们离开也是没问题的。况且我不杀他们，他们也会对我们龙国的其他新人出手，所以与其被动防御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话落，江凯已经冲了出去。偷渡者队长一惊，有人！男主此时向他们冲了过来。偷渡者在用腕表探测到男主只有4级后，得意一笑，一个4级竟敢向我们9个5级冲来。队长听了江凯的等级后，也放松了警惕，真是不知死活的新人。小的们，给我生擒他，让他知道4级和5级的差距。我打。是。一群5级偷渡者冲向了男主，男主掉头就跑。他有一个完美的作战计划，但没想到这群偷渡者这么聪明，还知道保持队形。如果偷渡者队形拖得太长，就没办法施行计划了，所以他一个急刹停下，选择了备用方案，体内能量汇聚。他反过来冲向了偷渡者。偷渡者惊疑，这小子怎么往回跑了？不过分秒，江凯便和第一个偷渡者相遇，偷渡者一刀划出，江凯肩膀瞬间被划出一道血口。然而他并没有停下，还在继续往前跑。迎面而来的偷渡者都懵了，搞不懂男主在干嘛，但并不妨碍他们截杀男主。下一刻，江凯一个后空翻躲开第一个人的攻击，再一个翻身避开后2个人，所有动作一气呵成，时间仅仅只过了1秒。越过3人后，径直向偷渡者的队长冲来。队长瞳孔放大，这小子才4级，是怎么躲过所有5级的攻击的？这时一名偷渡者看着腕表说道：“队长，不对劲，我一直在用高级腕表探测他，虽然总属性还没出来，但我查到了他的敏捷，似乎是在30点左右。”队长震惊了，什么30点敏捷？你没看错吧？我5级敏捷20点都不到，你跟我说他4级就有30点。队长意识到了不妙，腕表很难出错，若那小子真有这么高的敏捷，那他就是假装被我们追到。队长立马大吼：“不好，我们中计了，快撤！”队员四处张望，却没发现危险藏在哪里。江凯在人群中得意一笑，呵，一帮二傻子，终于发现了吗？但你们已经被我骗在了一团。话音刚落，天空出现一道人影，你们想跑，已经晚了。旱地践踏，柱子砸向地面，偷渡者全部被击飞到空中。江凯拿出野猪身上的铁矛，柱子干得漂亮，接下来就交给我了。江凯穿过所有偷渡者，手中铁矛射出，一击秒杀了所有偷渡者。这就是赌徒职业翻倍天赋的恐怖之处，属性碾压。柱子再次惊呆了，卧槽，9个5级一下全灭了。凯，你是变态吗？探险者江凯击杀5名偷渡者，一共掠夺2000经验，在新手区经验达到封顶，升至新手区最高等级5级。江凯也没想到，刚升4级不久，现在又升到了5级，这些偷渡者妥妥的是在送经验啊，这可比打怪快多了。随后江凯看向激动的2人，我留下了4个残血偷渡者，你俩把他们给补了吧。之前为了提升战力，都是我先刷怪获得经验升级，现在我已经满级了，接下来就由我带着你们刷怪升级吧。2人闻言，瞬间干劲十足。这是一只爱扒女孩衣服的胖鼠，凡是被他袭击过的女孩，没有一个衣服是完好的。3分钟前，男主一行人正往新手试炼终点前进，就在他们快接近终点时，发生了意外。前方忽然传来怪物吼声，他们跑过去一看，2头人脸兽的尸体躺倒在他们面前。人脸兽的实力不弱，能杀死他们的只会是更恐怖的存在。江凯早已开启了鬼眼专注，他在靠近时通过鬼眼专注看到有一团金光袭击了这2只人脸兽。柱子和暖暖还在震惊眼前的这一幕，那团金光却从后背袭向了他。金色光芒最先袭击的是暖暖，然后是柱子，最后才是江凯。柱子大吼一声，那东西会咬人，小心！然而那团金光却停在了男主面前，2人呆住。此时江凯手中正抓着一只胖乎乎的东西，那是一只金色仓鼠。江凯看着手中的仓鼠说道：“小胖鼠，你速度太慢了。”胖鼠瞬间生气，吱吱吱，混蛋，你骂谁又慢又胖呢？被你抓住，不过是本大爷的失误。刚说完，男主就放开了他。胖鼠先是一愣，然后暴怒，敢小瞧本鼠，我要你好看！他化作闪电球再次冲向男主，结果下一秒他又被抓住了，但男主又放开了他。就这样反复多次，每次江凯都能抓住胖鼠，这得益于男主的高敏捷属性和天赋技能鬼眼专注。最终胖鼠臣服了。柱子看见这一幕，人都傻了，这就收服了。暖暖则是被胖鼠可爱的模样给吸引住了，好想带回家养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带着披风的男人缓缓走向这次新手试炼的终点。巨门打开一道缝，新人接引官从里面走出。恭喜你，正式成为鬼星的一位探险者，但很可惜，在你之前已经有人拿下了第1。黑衣人却拍开了接引官的手，长官，我虽然不是第1个到这里的，但你凭什么认为我不是第1？随即他亮出了这次试炼击杀的怪物。接引官震惊了，一个新人居然击杀了这么多怪物。男人摘下兜帽，露出一头黄毛，他狂傲地说道：“我可是皇家2少爷，未来玄武工会的高层，拿下第1不是轻轻松松。”接引官都被吓到了，居然是坐拥玄武工会的皇家。玄武工会可是圣耀10大工会之一。接引官立马换了副脸色，恭喜你，从积分来看，你不仅是这次试炼的第1，甚至还能排进整个圣耀的前10名。皇家2少大笑起来，好，今天我黄伟就把话放这了。
拿下试炼第一不过是我作为新人的第一步，接下来只要给我些时间，整个鬼星都必将是独属于我黄伟的时代。就在黄伟狂傲无比的吹牛时，比他更强的男主正在接近试炼终点，但男主却发现的不对劲，周围一只怪物也没有，过于安静了。暖暖还在盯着胖鼠母爱泛滥，忽然一声狼嚎吓到了众人，随后一双狼爪出现，江凯瞳孔骤缩，他们被一群无影狼盯上了，其中还有一头无影狼王，乃是这新手区的 BOSS。三人被迫靠在了一起，面对狼群的包围，唯有杀出一条血路。江凯率先突围，柱子紧跟而上，他一跃跳到空中，落地后一个旱地践踏，将狼群震开。暖暖则是萃取毒素，给江凯的武器上毒。江凯开启鬼眼专注，射出手中带毒的长矛。他是新手区的 BOSS 暗影狼王，他是野区爱睡觉的萌宠小胖鼠。狼王因为防御太高，玩家怎么也破不了防，却因吵醒了小胖鼠而被咬破了防。更悲催的是男主的攻击触发了200倍的暴击效果，直接把他秒了。就在刚刚，江凯三人被一群暗影狼包围，危机下他们只好拼死一搏。柱子使出旱地践踏打乱狼群阵型，暖暖提取毒素给江凯的武器上毒。江凯开启鬼眼专注，使用鬼手飞牌投掷出上了毒的武器，长矛直接飞向无影狼王，结果却被狼王的皮毛弹开了。三人不可自信，居然连防御都破不了。狼王没受到伤害，却感到了侮辱，大吼一声，狼群顿时朝他们扑去。暖暖被狼群的爪子划伤，柱子顶着狼嘴不被咬。江凯敏捷高，躲掉了所有攻击，但他帽子里的胖鼠却被点醒。被吵醒的胖鼠既懵逼又生气，直到他发现了罪魁祸首。有起床气的胖鼠瞬间暴怒，他化身金色闪电冲了出去，大口一张，直接咬中了狼王。江凯顿时震惊了，胖鼠居然把狼王咬破防了。江凯抓住机会，射出手中的暗器，暗器朝着狼王的伤口飞去，精准命中。狼王惨叫一声，江凯乘胜追击，再次拿出3枚暗器，暗器再次命中狼王的伤口。但这还没完，江凯走了狗屎运，竟触发了0.1%的200倍暴击效果，狼王被秒了。叮！恭喜探险者江凯击败新手区 BOSS 无影狼王。柱子人傻了，什么？你一击秒杀了 BOSS？ 暖暖也被江凯的主角光芒刺得睁不开眼，杀了那么多怪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触发暴击效果，概率是真的低，不过伤害也是真的高。狼王被杀，剩下的无影狼立马就怂了。下一秒，狼群四处逃散，江凯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，没了狼王的指挥，这群狼不过是待宰的羔羊。柱子暖暖我们上！柱子开启五图无脑模式，见狼挥拳就打。奶妈暖暖也爆发小宇宙，给队友不断叠 buff。三人在狼群中一通乱杀，片刻后，地上躺满了无影狼的尸体。收拾完战利品，他们就能去新手试炼终点了。几个小时后，江凯三人抵达了繁华的圣药城。这时胖鼠突然从江凯帽子跳下，跑了出去。江凯也没在意，他本来就不打算强留胖鼠，以后有缘的话还会再见的。随后他们抵达了新手接待大厅，他们向接引官询问了排名情况。这时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没想到给我家打工的贱人也来参加试炼了，不如我来给你看排名吧。江凯眼神凌厉，黄伟这家伙居然也在这，他妹妹为了攒钱给他来鬼星，就是在黄伟家打的工。黄伟不仅经常骚扰他妹妹，还经常拿他哥生病的事情羞辱他。黄伟这时已经亮出了排行榜，看吧，老子可是第一，我猜你们也是，不过是倒数的，哈哈哈。周围不怀好意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。柱子想要上前教训他们，却被江凯拦下了。江凯看着众人说道：“不好意思各位，我在此宣布，你们都是垃圾，所有人的排名都要重排，因为前3要被我们包了。”全场静默了2秒半，随后纷纷哄堂大笑起来。排行榜你家开的吗？说包前3就包前3，哈哈，你们要是能包前3，我倒立拉屎。江凯却露出了笑容。柱子、暖暖，我们不装了，摊牌吧，我的腕表已经饥渴难耐了。随着腕表亮起，三人猎杀的怪物如高楼般叠起，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黄伟更是在看到某一张卡片后瞳孔骤缩，这不是新手区的 BOSS 无影狼王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开什么玩笑，你们几个废物怎么可能击杀得了无影狼王？是不是真的？你们重新看一下排行榜不就知道了。黄伟打开排行榜一看，前3名赫然变成了江凯三人。现实里他被富二代欺负的抬不起头，所以他在游戏中杀了对方。就在刚刚，江凯三人成功登顶了积分榜前3名，随后更是丢出俄国偷渡者的腕表，询问官方是否能兑换积分。然而富二代黄伟却第一个跳出来质疑，新人怎么可能击杀5级的偷渡者？骗人也要找个好点的理由吧。随后他询问众人，你们有遇到偷渡者吗？众人纷纷回应没有遇到。得到响应，黄伟立马向官方请求取消男主3人的成绩。接引官正犹豫着要不要处理这件事，一行人却走了出来。偷渡者的确出现过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大家，上头刚发来通知让我嘉奖江凯3人，所以他们说的是真的，连江中城副手都来了，那足以说明这件事的真实性。卢俊直接来到江凯面前，为了奖励你们解决了偷渡者的危机，军部决定破格提升你们的奖励，原第2、第3名的装备奖励由 B 级改成了 A 级，而第1名的奖励直接从 A 级提高到了 S 级。鬼星的装备按品质排序， F 级最低， S 级最高，一般 C 级和 B 级装备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而更稀有的 A 级和 S 级则是每个探险者梦寐以求的装备。在场众人听后纷纷不淡定了，开局就有一件 S 级装备，羡慕死人了。其中最为激动的就是黄伟，他觉得很不公平，凭什么江凯那样的下等人可以比得过他？不是说有钱人能买到最好的职业，而穷人只能买到最差的职业吗？
江凯眼神冷冽，你说话注意点。黄伟闻言反而更嚣张了，说江凯大哥就是个病狗，小妹就是个女仆，一家都是低等贱民。说着他持刀冲向了男主，你不知道吧？我经常调戏你妹妹，要是哪天我不爽，我就把她上了，哈哈。江凯此时阴沉的可怕，下一刻他消失了。众人骇然，江凯居然敢对黄伟出手。黄伟可是来自坐拥10大公会之一的黄家呀，他不怕被黄家报复吗？黄伟捂着伤口咬牙切齿，你敢对我出手？你知道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吗？回应他的是江凯更可怕的眼神，家人是我的逆鳞，触之即死。在黄伟惊恐的眼神中，江凯朝他走了过去，黄伟惊恐的抬手想让他等一下，江凯却直接刺了下去。探险者江凯成功击杀1级探险者王伟，可掠夺6点经验，是否选择掠夺？江凯眼神平静，呵，才6点经验，大家族也挺穷的嘛。众人都惊了，他竟敢杀了黄家少爷，在鬼星他怕是混不下去了。卢俊却露出了微笑，不错，这小子虽然有点鲁莽，但不失血性。他主动站出来说道，各位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是王伟动手挑事在先，江凯是自卫反击，这事就这样吧。随后3人被他带到了一座凉亭，桌子上摆着3个盒子，这是你们3人的奖励，你们打开看看吧。暖暖打开箱子，获得了一块生命玉石，这是奶妈初期梦寐以求的装备，体质和精神各加15点，并且对治疗和制药有着不错的加成效果。柱子则是获得了一套黑岩犀皮甲，防御和力量各加16点，还能降低16%的伤害，是攻守兼备的优秀装备。最后只剩江凯了。当箱子打开后，他瞳孔放大，因为箱子里一共放着9把武器，并且这套武器还是未鉴定的。卢俊拿出一张鉴定卡说道，品质好的武器一般都需要鉴定卡鉴定，我这正好有一张。使用鉴定卡后，这套 S 级武器的属性终于显现。武器名称9节追命 S 级武器，提升9点力量，9点穿透，9点敏捷。特殊效果，每使用1把追命，暴击率和暴击伤害将提升10%，最高提升90%。触发暴击效果后，所有追命的加成效果将被重置。卢俊看到武器属性后并不满意，新人攻击力低，就算暴击了伤害也不高，这 S 级似乎还不如 A 级呢。柱子闻言连忙询问，能不能帮忙换一件？卢俊回复很麻烦，但可以帮忙试试。江凯却在这时说道，不用换了，我就用这个，有了它，我将无敌。游戏里他是人人敬畏的高手，现实中却被富人欺负的抬不起头。由于他在游戏里杀了富家公子，富二代的哥哥便要在现实里杀了他。就在刚刚，男主获得 S 级装备9节追命后，便兴高采烈地往家里赶。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。现在他已经成为了鬼星的一名探险者，以后就不用再住在贫民区了。哥哥的身体也能治好，妹妹也不用去打工被骚扰了，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就在他打开房门，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哥和妹妹时，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个陌生男人。此时屋内已经有几个男人在等他，坐在中间的男人开口道，等了半天，终于有人回来了，听说你小子今天在新手试炼里很威风啊。江凯认出了眼前的男人，你是黄伟的哥哥黄达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刚说完他就被人推进了屋里，房门关上，江凯直接被摁在了地上。黄达拿着棍子走过来道，江凯，你知不知道我弟在鬼星上被你杀了后，现在已经送去做心理治疗了。你要知道，只有我黄家欺负人，从来还没人能欺负到我们黄家头上，所以你让黄伟1个月上不了线，我就让你一辈子上不了线。说完，黄达一棍敲向江凯的脑袋。就在江凯以为自己要殒命时，门被人踹飞，连带着黄达几人也撞翻在地。黄达怒道，什么人竟敢坏我黄家的事？门口走进2位身穿军装的人。江凯，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回家注意点，你怎么就没当回事呢？身后的苏兰兰拿出一张公文道，都别动，军方办事。黄达顿时被吓住了。江中城军区最高指挥官魏婴，他怎么会在这？魏婴冷哼一声，我是为了江凯而来，你们今天惹了不该惹的人。黄达冷汗直流，怎么可能？这小子什么时候有这种背景了？江凯起身后，眼神凌厉地看了眼黄达。不久后，黄达便被押上了警车。3人站在走廊上看着这一幕。江凯先是感谢了他们的帮助，随后询问他们的来意。魏婴开门见山说，江凯新手试炼的优异表现吸引到了军方，柱子和暖暖已经收到了军方的邀请。魏婴吐了口烟，你是新职业吧？江凯瞳孔骤缩，赌徒职业可是他现在最大的秘密。苏兰兰接过话继续说道，江凯，你知道一个新的职业出现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出现了一个新职业。闭嘴！意味着人类战力可能会变得更强。目前鬼星探险者的职业有很多，每个探险者每升20级都会面临一次转职，其中每次转职，探险者的属性和技能都会发生变化，有些会变得更强，有些则会变得更弱。目前很多职业转职到后期就基本没用了，所以军方为了找出更强的战力，也一直在挖掘新的职业，而你拥有的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新职业。所以江凯，你愿意以新职业的身份加入军方吗？江凯没有回答，于是苏兰兰抛出了好处，只要你答应加入军方，军方不但会保护你的家人，甚至连你哥的医药费都会全部承担。江凯还是沉默没有答应。魏婴见状只好先离开，让他好好考虑一下。然而就在他们刚走下楼梯时，江凯开口了，抱歉，我拒绝加入军方。魏婴和苏兰兰都震惊了，为什么？江凯坦然，我知道加入军方是好事，但那是对于已经确定了未来发展会很强的职业，比如柱子的武徒和暖暖的医生，但我不一样，我是新职业，
记得当年酒鬼作为新职业出现时，也受到了军方的高度重视。当时军方大力援助酒鬼，酒鬼一时如日中天。但后面军方发现酒鬼发展下去作用不大时，便被无情抛弃了。再看看现在的酒鬼，已经被比作和乞丐无疑了。这次是我兴奋过了头，疏于防范，没想到皇家会不顾形象的动手。我们会尽快搬离皇家掌控的区域，很感谢你们的出手相助。但我们兄妹三人相依为命10几年了，我们还是更习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不是完全寄托于他人的保护。苏兰兰却劝道，可当前人类处于末世，你的新职业没准能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的改变。目前人类需要你，你怎么能有这么狭义的想法？江凯不置可否，抱歉，我没那么伟大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家人陪我一起度过。我只想在确定的方向，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。来了！江凯拒绝加入军方的请求后，魏婴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十分理解江凯10几年人生养成的习惯，不是1、2天就能改变的。但魏婴却提醒江凯，他哥的并不能再拖了，而且在这个世界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。于是魏婴跟江凯打了个赌，在接下来的1个月，军方依旧会保护江凯的家人，只要江凯能在1个月内赚到哥哥的手术费，那就证明了江凯有保护家人的实力。魏婴便同意他拒绝加入军方，反之，如果赚不到，江凯就必须加入军方，而他哥的手术费也将由军方承担。江凯沉默片刻，展颜一笑，行，我答应了。由于和军方打了赌，他必须要尽快赶回鬼星赚钱，于是匆匆留了张纸条就离开了。江凯一边往鬼星的传送门走，一边思考，他一定要把家人安置到更安全的地方才行，所以他这次去鬼星必须要赚到足够多的钱。鬼星圣药城，江凯终于换上了一套新皮肤，整个人也帅气了不少。他第一步打算先加入一个工会，因为鬼星上的怪物普遍都比探险者强，新人很难一个人击杀怪物，所以加入工会是最稳妥的方式。男主推开服务厅的大门，你好，我要加入工会。不好意思，您是江凯吧？您加入不了工会。男主懵逼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您得罪皇家，已经被封杀了，所以您以后只能一个人单挑鬼星了。圣药城传送点，江凯扶着脑袋头疼，没想到得罪了一个皇家，就没有其他工会敢收他了。这时身后一个人突然说道，这位客人，我看您似乎挺烦恼，是为了去哪儿发愁吗？男主转头便看到了一位紫发的萌妹子，我的职业是算命先生，可以为你算出这次最佳的去处，一次只要100鬼星币哦。男主转头就走，抱歉，我不迷信。妹子连忙说道，客人可以砍价的，您别走啊，80怎样？30也行，或者我免费帮您算一卦，就当开业大酬宾了。男主立马跑了回来，好呀，我最相信星座什么的了。蓝妹子无语，什么人啊？一说免费跑得比狗还快，算了，就当是熟练技能吧。随着八卦盘转动，女孩念出咒语，她对男主说道，客人，我算出您现在处于危机之中，若不想被危机缠上，建议您去国王谷。女孩只是拿出一个八卦盘，便帮客人算出了最佳的去处，国王谷。男主思索，他确实是处于被皇家盯上的危机中。首先，灰烬平原都是1到10级的怪，是新手练级的首选地，皇家大概率会派人在那里杀他。而太平山道都是15级以上的探险者去的，他去的话就是找死。而国王谷是10级以上的区域，以他的实力勉强能应付，皇家大概率也不会在那里设伏。男主拳掌相碰，行，皇家既然希望我单挑鬼星，那我就单挑给他们看。随即他对算命女孩挥手道别，女孩也本能的挥了挥手，然后反应过来，等等，他怎么一个人去国王谷了？我靠，我说的是组团去啊，国王谷是什么地方？他一个新人去不是纯送死吗？女孩吓得连忙收拾东西跑路，祈祷男主回来别找他麻烦。国王谷内，男主小心翼翼地往前探索，突然他听到了怪物的吼声，原来是一只黑猩猩正和一支探险者小队战斗，但小队似乎有点不敌，因为这只怪物是11级的巨力黑猿，还好探险者小队有团队配合，弓箭手和法师远程攻击，坦克在前吸引怪物，近战剑客在旁突袭，男主躲在树后观察。国王谷的怪物看起来很强，他在想自己遇到了能不能打得过。正想着，身后突然吹来一阵腥风，男主回头一看，就看到几只大猩猩正眼发红光的看着他，吓得男主立马后撤。随后腕表探测出了他们的等级，第一只12级，第二只13级，等级居然一只比一只高，最大的那只更是达到了14级。探险者小队这边已经合力击杀了那只黑猿，就在他们沾沾自喜的时候，一声爆响，小队成员转头看去，就看见3只巨力猿正追着一个男人跑。小队成员惊呼，我去，一个人和3只巨猿战斗，而且每只等级都比我们这只高。女队员问道，我们要不要帮忙？队长骂道，蠢货，那人肯定是逞能一次吸引到了3只，现在他一只也干不掉，我们去了也是必死。别看了，赶紧逃啊！完了，江凯要被大猩猩吃掉了。就在刚刚，江凯在树后当老六时，被3只黑猩猩盯上，他疯狂逃亡。附近的一支小队发现后，队长竟让队友不要帮忙，但随着一声爆响后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，男主击杀了一只12级的黑猩猩。原来江凯拿出了他的 S 级武器9节追命，在他打出第5把的时候，触发了超级暴击效果，直接把黑猩猩秒了。而一旁的小队众人则被惊呆了，特别是队长，他们4个10级拼了命，才堪堪杀了一只11级的黑猩猩，而男主一人就秒掉了一只12级的，剩下2只黑猩猩还在追男主。男主拿出一枚9节追命，朝着另一只黑猩猩射去，飞刀命中。男主也没想到运气那么好，一发就暴击了。
击杀13级巨力黑猿，小队众人再次被震惊。现在只剩最后一只黑猿，男主一边跑一边找机会。队长张大下巴，这是14级的黑猿，他不信男主还能秒杀。下一秒，男主回头，一手拿出剩下的3枚9节追命，另一只手又拿出数枚钢针，为的是尽可能的提高暴击率。这么热血的剧情有把你们看兴奋吗？再告诉你们一个能省钱的消息，更兴奋一下，马上就到暑期了，夏日出游物理防晒必须做到位。去哪个平台更便宜？想买的靠谱又省钱，还得上实惠 PP 替你找全网真底价。像蕉下骆驼帕森的防晒装备都能实时对比全网渠道价格走势，平台还送你专属补贴，比店铺底价到手还再便宜100多。收录店铺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，像标识安心购的还能提供假一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，真正做到让你省心又省钱。冲就完了，评论区新人还送福利。随后一并射出，黑猿怒吼而来，但下一刻暴击触发，江凯欣喜，哈哈，我赌赢了，击杀14级巨力黑猿。此时惊呆4人组已经被惊得头皮发麻，男主并未理会他们，而是取回自己的武器，收起3只黑猿的尸体，随后扬长而去。队长这才反应过来，哎呀，大神走了，碰到这种大神一定要攀关系啊！队员鄙视队长，不是你不让帮忙的吗？与此同时，灰烬平原，一个女孩正被人掐着脖子，掐她的是个5人小队，每人等级都达到了20，这是皇家派来追杀男主的猎鹰小队。听说你最后见过那个江凯，赶紧告诉我他在哪？女孩被掐得喘不过气来，你们找他做什么？猎鹰小队队员笑道，这不是人尽皆知吗？江凯惹了我们皇家，我们是皇家派来报仇的。女孩听后说道，他去了国王谷，你们可以去那里找他。男人一把将女孩丢在地上，你要敢骗我们，回来你就死定了。女孩坐在地上低着头没回话，直到猎鹰小队离开，他才阴恻恻地说道，刚才我给你们算了一卦，你们这次去找江凯的结果大概率是死。1天后，男主杀了16只巨力黑猿，终于升到了6级。他看着手中的黑猿尸体卡片想到，一只黑猿尸体能卖不少钱，虽然刷起来辛苦，但只要继续下去，哥哥的医药费就有着落了。这时一道声音打断了他，喂，那边那个小子想加入我们一起狩猎吗？我们这里有3队人马在组团狩猎精英巨力黑猿，打赢了有精英宝箱分，你要加入吗？男主提出疑问，我没有队伍，就1个人。领头的笑道，没事，我们正好缺1个人手。随后一行人就来到了一个山谷，而山谷下面全是15级的精英巨力黑猿。接着领头人露出了他的獠牙，他让男主1个人引开1只黑猿，剩下3只他们解决后再一起分宝箱。男主思索，精英宝箱里有许多好东西，他是必须要拿的，而这群人既然想拿他当炮灰，那他自然也可以利用这群人。于是男主便答应了他们的条件。随后所有人都冲下了山崖，男主按要求引走1只黑猿，剩下3只留给他们对付。他一路狂奔，黑猿在后面穷追不舍。见时机差不多，男主一个急停，回身射出8枚9节追命，全部飞刀都命中黑猿，超级暴击触发，15级的黑猿就这么被他杀了。男主露出微笑，现在可以去拿宝箱了。此时山谷内3支小队还在和黑猿混战，他趁机溜进山洞，进来一看，果然有一个宝箱。男主上去就要取下宝箱，结果一滴液体落在了他身上，此时他的头顶竟还藏着1只巨力黑猿。男主一个后退躲开了攻击，当看到黑猿的等级后，他瞳孔骤缩，居然是1只20级的黑猿，而且这只黑猿还知道堵住出口。男主只好先发制人，射出3枚飞刀，结果飞刀全被弹开了。系统提示黑猿防御过高，男主的攻击无法破防。他意识到这是和狼王一样的怪物，必须要突破防御才能造成伤害。在男主思考时，黑猿已经冲了过来，他一拳打中男主。男主嵌在石壁上，不停地咳血，属性差距实在太大了，一击就差点要了他的命。黑猿一把将男主抓起，拿到眼前，嘴角流出感动的泪水。男主此时已经睁不开眼，他感觉好困好困，随后意识就陷入了黑暗。忽然一道声音响起，醒醒，喂，醒醒！那是他哥在抱着他奔跑。他哥一边跑一边大喊让他别睡过去。他哥说一定会把他救出去的。那是发生在10年前的兽神战场，但此刻哥哥不在他的身边，谁又能救得了他？下一秒，黑猿把他丢进了嘴里。这是一件平平无奇的手套，却让不是法师的男主成为了火法神。这副手套戴上后能给武器附着火焰，但伤害只有可怜的10点。然而再加上男主的爆伤天赋后，他竟变成了一件恐怖的杀器，因为火焰会持续燃烧，每一次都有几率触发暴击，而一旦暴击就会触发男主200倍的爆伤。最恐怖的是火焰还能蔓延，只要攻击1次就能造成群伤，让原本不是法师职业的男主直接化身成为了法神。而今天竟有5名20级的探险者仗着等级高想欺负只有10级的男主。男主问道，你们是皇家派来的？小子知道怕了吧？谁让你当初敢得罪皇家？说完他们就冲了上来，男主躲过一刀，手中拿出3枚飞刀朝着对方射去，结果对面3人都躲开了，但火焰还是沾到了他们身上。他们嘲笑，这点火焰伤害是来搞笑的吗？男主也笑了，是啊，我的火焰伤害只有1点点。男主刚说完，队长的身上就跳出了一个2000的伤害，下一刻队长身上爆起了一团烈火，他的队友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直至他被活活烧死。也就在这时，其他队友身上也冒出了一团大火，下一刻他们也被点燃了，火里不断地传出他们的惨叫，直到系统提示响起，探险者江凯团灭猎鹰
小队，可掠夺队伍经验，围观的群众顿时疯了。什么鬼？他一个人就团灭了猎鹰小队，这可是20级的顶配精英队伍啊！男主走到猎鹰小队跟前，看着被烧焦的尸体说道：“开始掠夺经验。”一旁机智的人已经在用腕表探查男主的信息，结果只能查到等级，查不到属性。此时江凯掠夺经验后，从10级升到了12级。对于别人看不到他属性这件事，他也很好奇，于是他唤出智脑询问。智脑告诉他，因为他赌徒的加倍天赋增加了太多额外属性，导致和同级别的人属性差距太大，造成了外人的腕表无法评估的情况。得知情况，男主也觉得挺好，免得被别人眼红盯上。不久后，男主来到鬼星圣药城的物品交易处，小姐姐正在睡觉，直到男主显示出他要卖的物品，小姐姐才从眼神迷茫转到眼神震惊。最终经过计算，男主的东西一共卖了18万鬼星币，1鬼星币等于10圣药币，换算下来就相当于他现在有了180万。这样哥哥的医药费总算是够了，而他和魏婴的赌约也算完成了。就在他准备回家时，一个女孩叫住了他，原来是那位帮他算过命的小姐姐。她想请男主看在上次帮忙的份上，答应他一个请求。男主让他先说说看。小姐姐紧张地说道：“就是我，胡言，想加入你的队伍。”男主听后转身就走。胡言张大下巴：“这么现实的吗？”随后眼神落寞，果然不会有人愿意和算命职业组队的，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登陆鬼星了吧。于是他问男主：“你要不要装备？我把我的装备都送给你吧。”男主疑惑地转身：“你不想在鬼星赚钱了吗？”胡言无奈说：“他也想赚钱，但没队伍会要一个算命职业。当初官方判定风水师是强力职业时，他趁着官方扶持升到20级，转职成了算命先生。后来官方发现算命先生毫无战力后，便放弃了他们，而风水师因为太弱，没人愿意组队带他们，导致等级一直上不去，所以平时没人带队打怪，也只能在鬼星上混日子。要是回地球了，就算是干苦力，也起码不会坐吃山空。”男主听后劝道：“那很辛苦的，我哥身体就是这样熬垮的，你一个女孩子更扛不住。”胡言却露出了苦笑：“扛不住又如何？我家里还有弟弟妹妹呢，家里就我一个顶梁柱，我扛不住也得扛。”此刻男主从胡言的身上看到了他哥的身影，当初他哥也想在鬼星发展，但在收养了他和妹妹后，怕没人照顾，就放弃了来鬼星的机会，直到哥哥为了他们熬垮了身体。看着这个和他哥哥一样的女孩，江凯改变了主意，他说道：“下次吧。”女孩疑惑：“什么下次？”男主回答：“我叫江凯，下次上线，我要是还能找到你，我们就组队。”女孩眼睛瞪大，心跳加速，她不敢自信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”男主挥了挥手：“真的，要是骗你，我这辈子都赚不到钱。”女孩喜极而泣：“你这么抠的人敢说出这样的话，那就一定是真的。”下一步他直接带球撞人：“谢谢你，大好人。”他是堂堂的军区总指挥，竟和一位刚满18岁的少年打赌，赌注是少年能不能学会铁山靠，如果不能，少年就必须加入军方。指挥官之所以这么极力的拉拢少年，竟是因为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少年未来会成为强者，强到整个国家都需要少年的帮助。而少年也不出所料，以差点被黑子吃掉为代价，在鬼星学会了铁山靠。就在他兴高采烈的和家人庆祝时，他接到了指挥官魏婴的电话，魏婴让他过来一趟。他想不明白赌约已经完成，魏婴还叫他过去干嘛？不久后，江凯来到约定地点，而魏婴已经在这边等了他许久。就在他要打招呼时，突然整个地面都震动了起来，随后一头巨大的怪物冲出，他身后还追着几个人。江凯惊呼：“这是超凡者在和兽神战斗！”在鬼星上，每20级为一个分水岭，而只有超过80级的人才能把鬼星上的力量带回地球。这些人被统称为超凡者，而这也是人类唯一能与兽神抗衡的方式。说话间，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，3位超凡高高跃起。江凯兴奋道：“击杀了，好强！”但魏婴的话却让江凯陷入了沉默。强吗？这只是一只普通的兽神而已，但为了解决这家伙，我们已经牺牲了2名超凡。江凯，如今人类的形势并不妙，你别在安全区住久了就忘了居安思危。这次赌注是你赢了，我会遵守约定，不强求你加入军方。皇家那边我也给了警告，让他们别动你。江凯不明白，他都不加入军方了，魏婴为何还要这样帮他？魏婴却笑道：“很奇怪吧？我为什么这么关照你？因为我这个人相信直觉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未来能成为强者，或许能强到整个国家都需要你的帮助。但我知道在这末世，你只想保护你的家人，毕竟加入军方就要上战场，而战场也确实是危险的。但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，去和那帮怪物战斗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也会死在战场，但作为一个军人，能为国为民而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江凯，我不会干涉你的选择，但若是未来圣药陷入危难之中，我只希望你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为圣药而战。”几天后，江凯再度回归了鬼星。魏婴说的话还印在江凯的脑海里：我真的能强到守护一个国家吗？算了，那是以后的事情，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提升实力。他查了下准备要去猎杀的怪物——幽灵女妖，精英级怪物，特性是伤害极高，能秒杀探险者，攻击带有破胆效果，并拥有幽灵体质。破胆，女妖的尖啸能使10米内的探险者无法移动，产生强烈恐惧，而幽灵体质只有来自10米范围内的攻击才能对女妖造成伤害，也就是说，要攻击女妖就会被破胆效果攻击。随后他转身，打算去找上次说要一起组队的胡言。不久后，他在上次分开的地方看见一个女孩正举着牌子在路中间睡着了。江凯突然出现
现在他身后。胡言，你不会从上次下线就一直在这等我吧？呜呜，江凯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，我等了你好多天，这几天我还顺便找了个队友，我算出他对我们这次打怪有帮助。江凯笑道，这样啊，他在哪？随后一个胖子走了出来，您好，我叫阮宇，职业是酒鬼。男主听后拔腿就跑，再见。胡言也没想到江凯反应这么大，连忙劝道，凯队等等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就带上阮宇吧，他吃苦耐劳很听话的。阮宇还会烧火做饭，捏腿捶背，甚至他说只要你愿意带他组队，他一点战利品都不分。江凯听到一点战利品都不分，顿时瞳孔收缩，然后立马回头握住阮宇的手，阮宇同志您好，我是队长江凯，我刚刚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个人才，今后你就是我队伍里的一员了。今天作为队长，我必须义不容辞的带你们去刷幽灵女妖。小胖子问道，咱们队长一直这么现实的吗？不是，他只是有点抠，为了证明女鬼比人更好看，胖子竟当起了女鬼的舔狗，他将女鬼强行扑倒，还要强吻女鬼。就在他快要亲到时，一声爆炸响起，他的女鬼老婆就这样被消灭了。原来男主今天带着胖子和胡言到幽灵女妖的地界打怪升级，就在他们十分小心的靠近女妖时，却听到了打呼噜的声音。江凯连忙提醒胡言不要发出声音，胡言一脸疑惑，不是我发出的声音啊，直到两人回头才发现是酒鬼职业的胖子发出的声音。果不其然，女妖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，她高高跃起向男主这边扑来，随后她发动了技能破胆尖啸，顿时音波席卷向男主三人。下一刻江凯和胡言都陷入了异常状态破胆，由于陷入了恐惧状态，他们的身体都动不了了。就在女妖要对他们下杀手时，胖子却像舔狗一样飞扑了过来，嘴里还喊着美人我来了。下一刻女妖直接被他撞了个满怀，他将女妖压在地上，露出一副舔狗痴汉的表情，手还不断的在女妖脸颊抚摸。女妖人都傻了，江凯这边破胆消除，身体可以动了。女妖的破胆尖啸是有冷却时间的，现在正是出手的好机会。江凯射出手中的九节追命，此时小胖的注意力还在女妖身上，他对着女妖的嘴就亲了下去。就在他快要亲到时，一声爆炸响起，女妖被消灭了。击杀精英幽灵女妖一只。这边兴高采烈，小胖那边却是悲伤无比。畜生啊，你们为什么要把我老婆炸了？江凯无语，这家伙什么情况？胡言回复，他是酒鬼职业，喝醉后有神丑倾向，越丑他越喜欢。说完，胡言兴冲冲地跑去女妖屋子找宝箱了。江凯看向小胖子思索，酒鬼最招人嫌的一点就是喝酒后意识会失控，但这看似致命的缺点，却也让他无视了女妖的破胆效果。想到这里，男主露出了一个微笑。这时胡言也将宝箱拿了回来，当他看到江凯那邪恶的表情后，他浑身打起了冷战。不久后，他们又找到了另一只女妖。江凯挥手道，就决定是你了，阮宇，去吧。胡言将小胖甩出，小胖如一枚舔狗炮弹飞出，径直冲向正在发动破胆尖啸的女妖。小胖的舔狗状态完全无视了女妖的破胆效果，他再次将这只女妖扑倒。熟悉的剧情，熟悉的配方，邪恶的江凯再次掏出武器，10把飞刀射出，精准命中要被小胖强吻的女妖。爆炸声响起，探险者江凯击杀精英级幽灵女妖一只。小胖被刚才的爆炸轰飞，直接来了个脑袋着陆。江凯和胡言握拳，漂亮，趁着他还没酒醒，赶紧去刷下一个女妖。这个胖子喜欢丑女，越丑他越喜欢。原来胖子是职业酒鬼，喝醉后就会产生神丑倾向，长得越丑反而越对他的胃口。因此在组队猎杀女妖时，队友都怕得要死，胖子却主动扑上去，将女妖推倒，不仅用手抚摸女妖的脸，甚至还要和女妖接吻，而队友则趁着这个机会把女妖杀了。就这样杀了35个后，胖子整个人都 emo 了，队友却没良心的在那里开箱。整个国王谷的女妖被刷完后，江凯升到了14级，还开出了2张技能卡。第一张技能卡是奇语术，精神力强大的人可以施展出大范围的暴力。胡言已经达到了29级，精神力是他们中最高的，江凯便把这张卡给了他。胡言顿时泪流满面，他终于有了除算卦外的技能，不再是个只会算卦的废物。激动之下，他给江凯连磕了数头，头都磕起包了。看着胡言高兴得像个傻子，江凯也很欣慰。随后他拿出第2张技能卡，这是一张能激活隐藏职业额外技能的技能卡。男主使用后，鬼心智脑老婆就出现在了帝君的铁粉面前。恭喜隐藏职业赌徒激活额外技能赌场扒窃。当赌场扒窃开启后，周围没有一个探险者关注到赌徒，赌徒都将窃取到关注者1/1000的总属性增加到自身。30分钟后，技能和增加的属性都将移除。江凯顿时抓狂，犹如80抽后出了个常驻5星，这么珍贵的额外技能卡，却出了个只能窃取别人1/1000的总属性。就算对方有1000点属性，那他也只能加1点。就在江凯沮丧时，胖子终于酒醒了。他虽记不起酒醉时的事情，但却有一种心痛的感觉。大好人胡言过来提醒了一句：“鬼星第一深情，你忘了昨晚痛失35个老婆了吗？”顿时昨晚酒醉后的记忆涌入脑海，胖子直接吐了起来。过后他痛哭流涕：“我是酒鬼职业，会忍不住喝酒，拖了队伍的后腿，很抱歉。队长，你要是对我不满意的话，我现在就离队。”江凯却递了一件装备给他，说什么呢？你可是昨晚的大功臣。诺，这件装备归你了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们可杀不了那么多女妖，你才是这一趟的队伍核心。胖子感动地说道：“不，凯队，我之前说了不要装备的，你能让我入队我就很开心了。要不是你也没人要我。”江凯强硬道：“我是队长，我叫你拿着就拿着，而且装备胡言也有份。”胡言听到他也有份，顿时眼神发亮地看向江凯。此时江凯在他眼中已经变成了一位叼着花、撒着币的英俊美男子，两人顿时秒变江凯的小迷弟，然后疯狂磕头。
凯队，今后我们跟定你了，我们生是你的鬼，死是你的死鬼。不久后，男主来到鬼星物品交易处，上次帮他卖东西的小姐姐已经变成了销冠，这次江凯把刷女妖的材料都卖掉后，一共获得了840万圣曜币。江凯一脸兴奋，这样他大哥和妹妹以后的生活费就不用担心了。随后，江凯重新换了一身装备，首先是暗夜长裤，可在夜间进入隐身状态3分钟，然后是幽灵机甲，每10分钟能发动一次虚化，免疫一次物理攻击。换上装备后，江凯感觉自己又比之前强了，就算是和20级以上的探险者对战，他也有获胜的信心。就在这时，小胖子抱着根木头向他走了过来。凯队，我帮你把追命改造了一下，你看看效果吧。他直接把飞刀丢向了江凯。江凯大惊，小胖你干啥？炸了你35个老婆还是记仇了吗？结果飞刀快触碰到江凯时，小胖抛弃手中的木头，大喊一声回来，飞刀竟直接返回，顺带削断了木头，然后被小胖抓住。原来小胖看到江凯战斗后要经常去捡回追命很麻烦，他就帮江凯在追命上加了强力磁石。江凯兴奋道，太好了，这样以后我就不用担心手里还剩多少追命了，而且刚刚追命被吸回后还能对途中的物体造成伤害。小胖，你简直是个改装天才。小胖憨憨道，真的吗？凯队，江凯为了给小胖信心，就对天发了个誓，是真的。下一秒一道雷声响起，然后天空就下起了雨。小胖看向江凯，队长，你刚才不会是在骗我吧？就在江凯不知道怎么回答时，胡言出现，说他终于学会了祈雨术，但就是感觉没啥用。江凯分析道，怎么会没用？你看这些人都在因你躲雨，如果能让雨再大点，大到严重阻碍敌人的行动，那敌人就成了活靶的，到时我想杀谁就杀谁。胡言听后顿时信心大增，好的凯队，我一定会好好修炼祈雨术的。就在这时，江凯听到了一行人在议论皇家的事情，他立马询问那人，皇家怎么了？三人很诧异，这么大的消息你居然不知道。随后江凯就得知了一个惊天大消息，皇家竟要带20万人去猎杀王级 BOSS。 如今兽神在地球肆虐，每个国家只有从鬼星获取到资源才能去对抗兽神，但鬼星资源都被各种 BOSS 占据，只有打败 BOSS， 国家才能开辟新的领土获取资源。而鬼星上怪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普通级、精英级、战将级、统领级、王级 BOSS、地图 BOSS 以及守卫之主，其中王级 BOSS 就是需要集合几十万人才能与之一战的恐怖怪物，而皇家居然要带领玄武工会为国征战做贡献。江凯陷入了沉思，难道黄伟一家改邪归正了，成为了魏指挥说的心怀天下的那种人吗？想到魏婴曾经对他说过的那句话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这世上总得有人站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。看着水中的倒影，江凯喃喃自语，黄伟都这么做了，那我是不是也该去为国出一份力？鬼星永动岛，江凯三人被冻得瑟瑟发抖，他们也没想到永动岛这么冷。这时有人朝他们大喊了一声，你们是哪队的蠢货，不知道没开战前湖面上不能走吗？江凯很困惑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，请问为什么不能在冰面上走？男人大骂道，蠢货，永动岛下方全是怪物，你们这样在冰面上走，不知道会惊动下面游荡的怪物吗？话落，一只鱼人就从冰面窜了出来，江凯三人被撞得摔在冰面上，这是一头22级的双足鱼人。江凯连忙拉着胡言和胖子后退，男人看见这一幕不仅不帮忙，还戏谑道，三个蠢货，22级的鱼人可是需要20级以上的队伍才能对付的，而且鱼人最擅长近身攻击，看来你们死定了。此时鱼人已经拿着叉子冲了过来，目标直指站在最前方的江凯。胖子和胡言同时大喊，小心凯队。就在鱼人刺中江凯的一瞬间，江凯发动了幽灵铠甲的虚化，虚化结束，他手中已经多出了8枚飞刀，给我死！8枚飞刀齐齐射向鱼人的脑袋，飞刀触发了火焰和暴击效果，刚才嘲讽的三人顿时瞪大了眼睛，什么？他不仅躲过了鱼人必中的近身攻击，而且需要人均20级的队伍才能解决掉的22级鱼人，被他一个10几级的秒杀了。江凯握了握手，果然活动了一下筋骨就不冷了。江凯朝着飞刀招了招手，9节追命便从鱼人身上飞出，重新回到江凯身前。现在我的力量是76点，只要触发暴击，最低也有15200点伤害，这还没算上追命的爆伤加成。目前我这个伤害，只要是20级左右的，不管是怪物还是探险者，应该都扛不住我一下暴击。这时胡言已经帮江凯把鱼人尸体给收了起来，就在他转头看向刚才那三人时，那三人立马乖巧的来到他身前。江凯向他们询问了黄伟的位置，得到黄伟的位置后，江凯只身赶往了这里，他不想胡言和胖子掺和到他和黄伟的事。也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出现，江凯开心道，黄伟，来人正是黄伟。他穿着一身岩石的铠甲，平静地注视江凯。江凯主动开口，黄伟，知道你要为国讨伐报后，我对你刮目相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放下恩怨，而我也愿意在永动岛上贡献一份力。结果下一秒，一道剑光反射在江凯脸上，黄伟朝着江凯一剑劈下，还好江凯反应快躲了过去。江凯大惊，黄伟，你做什么？我是来和你和解的。黄伟阴沉着脸冷笑道，哈哈哈，和解？你他妈杀我在先，让我做了那么久的心理治疗，现在你跟我说和解就和解？自从上次你杀了我，我一直想找你报仇，可军方却下令让我家别动你，我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？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，我主动参加讨伐王级 BOSS 的战役，就是想用这份功劳来要挟军方，别再保护你啊！江凯震惊了，你讨伐王级 BOSS 的目的只是为了这个？是啊，但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找上门来，反正大战在即，我就先虐杀你，再拿杀 BOSS 的军功去军方那抵罪。
原来是我想多了，你还是那个小人黄伟，但你想杀我，还是一起上吧，毕竟你们猎鹰舞队可是被我团灭过。黄伟手下闻言顿时笑出了声，我呸！你能团灭猎鹰舞队，肯定是靠军方的暗中保护。咱少爷10级加一身 S 级装备，杀你还需要帮手？就是这小子菜的我都。说到一半，他眼睛忽然瞪大，等等，这小子和少爷同期的，怎么这么快就14级了？下一秒，场上就传出了黄伟的惨叫声。啊呀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他的攻击会着火？快去救少爷！江凯冷漠道，不用去了，他死定了。但下一刻，黄伟居然从火中站了起来。不，我还没死，我的装备能锁住1%的血量。你们快替我杀了他，要给我把他狠狠折磨到死。来了，面对高出自己15级以上的敌人，江凯不仅没有害怕，还选择了主动出击，4枚9节追命飞出。然而飞镖在经过敌人身边时，却一个也没中。敌人嘲笑，这么多飞镖，一个也没中，不会是看到我们都是30级左右就被吓得手抖了吧？说完，他便持刀直接冲向了江凯。结果江凯手一抬，镖来，一枚飞镖便从身后击中了男人。飞镖上的火附魔触发，男人瞬间被火焰吞没。其他3人都被吓坏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飞镖怎么飞回来了？江凯冷漠地看向敌人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实战中运用飞镖召回的技巧杀敌，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，竟然如此轻松的就解决了一名32级的探险者。下一刻，江凯闪身到另一名敌人身后，就你了，9节追命，给我回来！下一秒，一枚飞刀从前面击中了男人的身体，飞刀燃起一团火焰。下一刻，男人被火焰吞没。听到同伴发出的惨叫，剩下2人都被吓坏了。这是什么技能？为什么伤害会那么高？难道这小子是扮猪吃虎的大神吗？一旁的黄伟听后大骂：蠢货！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他擅长远程攻击吗？你们一起上，近他的身不就行了？黄伟得意，这世上就没有能难住我点子王的人。江凯一定是擅长远程攻击的刺客职业，所以伤害才会那么高。但只要被近身的话，那他就秒杀了2名近身的敌人。黄伟顿时被噎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说好的远程职业不善近身呢？解决完所有敌人，江凯向黄伟走去，他眼神凌厉地看着黄伟，取出3枚飞刀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黄伟一脸惊慌，不，你不能杀我，你再杀我就是真的不死不休了。看着如此懦弱的黄伟，江凯换了一把武器，他将第一次杀黄伟的铁签取出。黄伟，我本打算将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，但你实在让我太失望了，既然你非要杀我，那我也不能不回礼。听说你上次被我杀出了心理阴影，那这次也不介意让阴影再大一点点吧。下一刻，铁签直指黄伟的脑袋。红明了！江凯红明了。在杀死黄伟4人后，虽然他的等级从14级飙升到了17级，但系统的警告也随之出现。由于您击杀超过10位同阵营探险者，获得嗜血杀手惩罚。随后就是嗜血杀手的介绍。处于该状态时，将被周围所有玩家察觉到所在位置。嗜血杀手被击杀时，被掠夺的经验将提升至3倍。使用10滴忏悔之泪，可消除嗜血杀手状态。江凯当场愣住，他终于知道击杀探险者经验那么高，为什么没人这么做了？得到这个惩罚的人，妥妥就是一个高额的移动经验包啊！再加上他本身的加倍天赋，获得的奖惩都会触发双倍效果，还有1%概率触发10倍效果。要是他倒霉一点的话，死一次就会被掠夺30倍的经验，直接被掠夺回1级都是有可能的。想到这，江凯不敢再留在原地，看来以后不能去人多的地方，而且要想办法找到忏悔之泪，消除这个状态才行。涌动岛，黄家驻地，黄伟的父亲坐在首座上发出暴怒：什么？黄伟被人杀了？你们是怎么保护他的？我都打好噱头说是我们黄家父子3人一起为国而战，结果他死了，这不是让我在全国人面前失信吗？黄伟的哥哥黄达问道：父亲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黄通一锤敲在桌子上：直接开战，我们直接去拿下王级 BOSS， 等拿下 BOSS 后，我们就能以军功要挟军方别再护着江凯，到那时我要让那江凯付出最惨烈的代价。与此同时，重新归队的江凯被队友问头上怎么多了个称号，江凯来不及解释，拉着队友就走，生怕被黄家的人发现。也就在这时，一声号角声响起，江凯疑惑，这是战争号角，怎么现在响了？难道黄家提前开战了？这时胡言突然说道：凯队，快看那边！只见不远处冰湖湖面居然裂开了一道巨缝，随后地面开始颤动，紧接着一只怪物也跟着出现。片刻后，一座冰山拔地而起，上面站满了怪物，且每一只都是面目狰狞的鱼人。江凯3人也被这一幕给震惊到了。而在冰上的山顶，一头蓝色的鱼人正端坐在鱼骨王座上，他就是这次黄家要讨伐的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。胡言紧张道：那就是 BOSS 吗？好恐怖！江凯眼神凝重：是啊，好强的压迫感。胖子心有余悸，还好他不是母的，我也没喝醉酒。紧接着便听到一声咆哮：战场上的战士们，王级 BOSS 冰封鱼人领主已经引出来了，所有人准备好迎战。此战若是胜利，你们不仅能得到丰厚的报酬，还能帮助圣耀拿下领土资源，让你们的家人在未来免遭兽神的侵害。所以不管是为了当下还是未来，我们都必须拼上一切来赢得胜利，哪怕是为此而亡。战士们，当剑使离弦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那么此次王级 BOSS 战正式开战！开始了！和王级 BOSS 冰封鱼人的大战终于开始了！无数探险者向着鱼人冲去，队友让江凯离开，江凯却说不用了，因为开战后黄家可没空管他，
，BOSS 战难得一见，现在正好可以长长见识。此时探险者大军已经冲到了鱼人面前，就在他们要发动攻击时，冰川下突然冲出一道巨大黑影，那是一头25级的双足鱼人。领头人见状鼓舞道：大家别怕，不过是一条臭鱼，我们人多势众，直接和他拼了。结果下一刻，他就被鱼人吸进了嘴里，咔嚓一声，嘎嘣脆，他像饼干一样被吃了。这一幕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远处观战的胡言见状心有余悸，原来一只普通的鱼人对探险者来说就这么强了。小胖补充道，而且我感觉鱼人的数量很多。江凯分析，据说这场 BOSS 战只要 BOSS 不死，鱼人大军就会源源不断出现，所以此战的关键并不是20万探险者和鱼人大军的战斗，而是那些高端战力中的超凡者们和王级 BOSS 之间的战斗。注意，我们8人小队已突入 BOSS 区域，一起出手，迅速解决掉这家伙，不要大意，都拿出全力。随即8人齐齐冲向 BOSS， 他们毫无保留地用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，绚丽的光芒在场中瞬间爆开。胡言和小胖惊呼：好强，这就是超凡者吗？看样子 BOSS 要被打死了。然而江凯却否定了他们的看法，他开启了鬼眼专注，清晰地看到战场上 BOSS 和超凡者们的状况。8人联合施展出的最强一击，竟连 BOSS 的防御都没破，超凡者们也张大了嘴巴，这怎么可能？下一秒，鱼人领主一插劈下，8人被轰飞，瞬间失去了生命体征。这就是王级 BOSS 的恐怖战力，一出手就秒杀了8位超凡者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江凯见状也是紧咬牙关，这样的王级 BOSS 真的能打得过吗？下一刻，一位手持银枪的男人回应了男主，他居然一人冲向了鱼人领主。江凯不敢置信，刚才那8人都死了，他怎么敢一个人上的？就在男人冲上来的同时，鱼人领主也一插刺向了他。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，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，男人一枪挡住了鱼人领主的攻击。鱼人领主第一次露出了诧异的眼神，最为震惊的还是在场的探险者。只听男人淡淡开口道：刚才我的队友是故意以身赴死的，你不会以为我们是你随意一击就能斩杀的吧？此人正是玄武公会第一强者蒋放，职业枪兵。原来他的天赋是王者的祝福，周身每死去一个超凡队友，他将获得 25% 的力量提升，真是队友祭天，法力无边呀！蒋放跳到 BOSS 肩上一枪划过，击破 BOSS 护甲，鱼人领主肩头顿时出现了一道血口，众人大喜，看来这位大神有希望击杀 BOSS 啊！玄武公会会长黄通更是一脸胜券在握，真以为我们玄武公会弱吗？刚才被杀的超凡者都是我们为了给蒋放提升力量的预谋，因为蒋放本就是以一当十的强者，再加上王者的祝福提升 200% 力量后，现在蒋放一人就是堪比一支20人的超凡者军队。场上，蒋放不断的在鱼人领主身上来回攻击，黄通见状已经认定这一次讨伐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必胜。然而不出意外，出意外了，一只32级的精英级海鱼人悄然出现在众人身后。黄达突然向他父亲报告道：不好，父亲，我们监测到永动岛后方有大量鱼人在赶来。什么？你说海里的鱼人大军也被召唤来了？来了！突如其来的海鱼人大军打乱了黄通的作战计划。玄武公会最强者蒋放之所以能安心打 BOSS， 是因为有着20万战士在帮他对抗普通鱼人。现在战场被分割成了5个区域，每个区域都有着对应等级的探险者和鱼人战斗。而现在黄达检测到有几百只30级以上的精英海鱼人正在靠近，如果他们加入战场将会打破平衡，到时蒋放不但会被影响，无法击杀 BOSS， 更严重的还会导致作战的20万探险者死在这里。黄通目眦欲裂，蒋放击杀 BOSS 至少需要30分钟的时间。他问黄达海鱼人大军还有多久抵达，黄达看着腕表回复最多10分钟。与此同时，江凯身后出现海鱼人后，他立马射出了3枚飞刀，飞刀命中海鱼人的身体，瞬间将海鱼人秒杀。探险者江凯击杀精英海鱼人一只，胡言心有余悸。凯队，周围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海鱼人呢？我们赶紧离开这吧。江凯看着战场，犹豫要不要走。现在战场上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，如果这批海鱼人加入战场，或许会导致整场战斗失败。他眼神一瞥，看向在山顶指挥的黄通。黄通是他的仇人，如果皇家战败了，他很乐意看到，但被喊来作战的20万探险者是无辜的。想到这里，江凯闭上了眼睛，他又想起了那个老头曾对他说的话：或许有一天我也会死在战场，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这世上总得有人出来去和那帮怪物战斗吧。片刻后，江凯有了决定：你曾经保护了我和我的家人，今天换我来保护你的战士好吗？他走向胡言和阮宇说道：胡言、阮宇，我们不走了。胡言和阮宇都露出了错愕的表情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需要你们把周围的海鱼人全都引到我这来，我要一个人把他们全部解决。胡言和阮宇顿时惊掉了下巴。10分钟后，战场还在进行着惨烈的厮杀，看着同伴不断倒下，一名受伤的探险者劝阻道：队长，别打了吧，很多人都探查到后方有大批海鱼人逼近，等那些海鱼人也包围过来就全完了，我们还是抓紧逃吧。队友闻言也萌生了退意。是啊，死了可是1个月不能上线了，1个月不能赚钱，大家都会被房东赶出大街的。就在他们准备退走时，队长走了过来：不用走了，你们难道没发现吗？从开始探测到海鱼人已经过去10分钟了，说好的海鱼人10分钟到战场，但现在却一只都没有出现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大家都看向队长指的方向，那里是海边的位置，但却没见到一只海鱼人过来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随后纷纷猜测，难道是皇家有后手？而那位队长给出了他的判断，这说明后方应该有很厉害的人物出手了。不过能挡住那么多海鱼人，应该是有一支实力很恐怖
怖的探险者队伍在作战。然而他却猜错了，此时海鱼人正在追逐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江凯。面对鱼人的疯狂追击，江凯没慌，还露出了微笑。他一个急停，回身拿出9节追命夹在手中，暗器发出的红光也预示了2个鱼人接下来的命运。无敌了，无敌了！窃取20万人的属性加给自己，属性瞬间暴涨上万点。还有比这个更恐怖的技能吗？就在刚刚，头顶着嗜血猎手的江凯出现在20万探险者大军中。因为这个红名称号，附近所有人都接收到了系统警示，只要杀了这个红名的人，他们就能掠夺这个人死亡后的3倍经验奖励。男主也正因为这一点获得了20万人的注意，因此他才有机会发动那个一次性的特殊技能赌场扒窃。周围没有一个人关注到男主，男主就能窃取 0.1% 的总属性加到自己身上，30分钟后效果一除。虽然每个人只能窃取 0.1% 的属性点，看似很少，但是这里有20万人啊！就在这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好像少了什么。随着属性点的窃取开始，江凯的属性点不断暴涨，瞬间就涨到了数万点的恐怖程度。男主的仇敌黄达震惊了，父亲，我的腕表检测到江凯的属性发生了恐怖的变化，他的总属性好像超过了85级的奖放。黄通顿时惊了，什么？一个20级的小子，属性怎么可能比增幅了10倍的奖放还高？黄通还没震惊完，他儿子又给他报了个更惊人的消息，父亲，你快看，他居然朝着 BOSS 跑去了。什么？他疯了吗？他想要抢 BOSS。此时江凯已经冲到了战将级鱼人的区域，突然一头51级的战将鲨鱼人拦在了江凯前面。要是属性没提升前，江凯肯定会避让，但现在他可不怕。黄通父子也注意到了这一幕，他们也想看看江凯的实力是否真的提升了。就在鲨鱼人咬向江凯的那一刻，江凯也挥出了他的拳头，小鲨鱼别挡道。江凯一拳轰在鱼腹上，也如同击打在了所有人心上，他们都想知道结果如何。结果鲨鱼人一拳都没扛住就倒下了，江凯则快速的穿梭到了下一个战区，统领级鱼人战区。这里的统领级鱼人全都是70级以上的，很凶很凶。就在江凯想要翻越这座高山时，鱼人统领居然用出了音波攻击。由于音波攻击的范围大，江凯也未能幸免，他顿时捂着耳朵被控在了原地。黄通见状不由得意一笑，哼，不自量力。统领级鱼人的吼声是要有特殊技能或装备才能免疫的，他空有属性能有什么用？此时统领级鱼人已经挥爪准备拍向江凯，江凯捂着头跪在原地，这一击要是打中，他不死也得重伤。就在队友纷纷替他感到担心时，一位拿着啤酒的大肚腩站了出来，他红着脸大吼道：“我阮宇一生不弱于人！”说完他便冲了出去。美人，我也不比我队长差，你别光勾引我队长啊，也来勾引我！胖子一个头锤直接撞到了统领级鱼人的头上，他再次怒吼：“我这样的高质量人类男性都无法吸引你吗？那就让我给予你一个跨越种族的吻吧！”她是超凶的绿皮女鱼人，她是喝醉就有神丑倾向的胖子。为了帮队长拖住这个敌人，她毫不犹豫冲了上去，先给女鱼人来了个大摆锤，然后竟直接贴在了女鱼人的嘴。原来她在亲女鱼人的嘴，女鱼人也猛了，手都在颤抖。她长那么大，还没被人这样轻浮过，顿时羞红脸，一巴掌将胖子拍在地上。胖子虽然被拍得口吐鲜血，但还是不忘调侃道：“有性子挺泼辣的嘛，我就喜欢你这么有个性的。”原来胖子进入了醉生梦死状态，可大幅降低受到的伤害，但会让人神志不清。黄通父子顿时震惊了，这是谁的部将？这么猛！围观群众也张大了下巴，居然能无视鱼人统领的吼声，还硬抗了一记攻击。就连见多识广的军方教官也汗颜，居然一个人就吸引了鱼人统领的仇恨。此时身为队长的江凯已经恢复了行动。阮宇，你怎么跟来了？我不是叮嘱你们俩不要跟过来吗？胡言却回道：“队长，你不会以为我们会丢下你吧？看我的无敌奇羽术！”随后他来到江凯身边说道：“队长，你快走。”阮宇坚持不了多久，他跟鱼人统领的等级差距太大。此时胖子再次扑向女鱼人统领，鱼人老婆，我又来了。江凯愣住了，你们？片刻后他释然了，好吧，真是拿你们没办法。此时天空电闪雷鸣，即将下雨，其他人见状却发出了质疑声。那女的发动了奇雨术，这玩意有个屁用？这么多鱼人难道还会被雨水呛死吗？胡言不屑道：“哼，这些人连基本的物理学都不懂吗？”但还是有人发现了不对劲，不对，大家快看天上！此时天空落下的并不是雨水，而是一块又一块的冰雹。场上不管是鱼人还是人类都发出了哀嚎：“啊呀，这什么玩意啊？不是奇雨术吗？怎么变成冰雹术了？而且这技能怎么敌我不分啊？打得我疼死了！”胡言见状却是兴奋无比，哈哈哈！利用永动岛的极寒天气，奇雨术当然会变成大冰雹了。以前我一个攻击技能没有，现在我能一次揍20万人，爽啊！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有女朋友一起看。想谈恋爱的兄弟，是不是身边总遇不到满足你要求还对你心动的女生？去牵手啊！不怕提要求，要求越多，帮你找的越准。找对象就用牵手，快去试试吧。随后他又看向江凯道：“凯队，你说过的，只要我的奇雨术能阻碍敌人的行动，那么敌人就会变成你的活靶子。现在我的冰雹吸引了鱼人的注意力，他们放不出吼叫攻击了，你可以轻松杀过去打 BOSS 了。队长，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你不用一个人战斗。”江凯这一刻才意识到，他太小瞧自己的2个队友了。之前他遇到什么怪物都是一个人上，但其实他也是可以依靠队友的。是啊，我为什么要一个人呢？胡言软语，是我小看你们了。那托你们的福，这些碍事的家伙。数道流光划过，场上顿时爆发起了一道道火光。这些家伙我就先解决了。这一波秒杀操作，
再次震惊了场上所有人。什么？那江凯把统领级鱼人都杀了，我们10几个团队才能抵抗到现在了，这实力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太好了！江凯不再停留，急速向着 BOSS 奔去。我现在增强的属性本身就强的可怕，这要是再触发暴击，现在就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我。片刻后，江凯停下了脚步，终于到你面前了。刚才远远的看你还觉得挺厉害的，但怎么走近才发现你原来那么丑啊！对决了！江凯终于和鱼人 BOSS 对决了，所有人都惊骇地看着这一幕，唯有江凯的伙伴在为他喝彩。胡言大吼道：“上吧，队长，干翻他！”好，江凯回应一声便冲向 BOSS。BOSS 拿出手中鱼叉，眼露红光，教官大吼：“不好 ！BOSS 又要发动狂暴攻击了，那速度和伤害江凯一定扛不住的。”话落，江凯已经来到了 BOSS 脚下，而 BOSS 也对江凯发起了攻击，像蒋放一样并接 BOSS 攻击的画面没有出现，而是出现了不断的残影。江凯竟躲过了 BOSS 的所有攻击，他很疑惑 ，BOSS 是速度很快吗？明明慢的可以躲开，之前那皇家王牌为什么要选择硬抗啊？随后他跳到了 BOSS 的鱼叉上，一脸轻松的样子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，我没看错吧 ？BOSS 的狂暴攻击一下都没打中，全被他躲开了。只有黄通父子说出了真相，他这是敏捷比 BOSS 死还高。说话间，江凯已经手持武器冲向了鱼人 BOSS， 忽然一道蓝色闪光出现，原来是鱼人领主的尾巴突袭，不过依旧被江凯躲开了。太慢了，该我了！手中武器射出，瞬间架在鱼人领主的尾巴上，鱼人领主的尾巴被打断，生命剩余 25%， 这个伤害吓到了众人，居然一击就打掉了 BOSS 10%的血，要是换作蒋放也得打10分钟吧。随后更震惊的一幕出现，BOSS 一叉插入地面，整个人从王座上站了起来。江凯也抬头看向了这个庞大的家伙，此时他站在 BOSS 面前，如昆虫般渺小，而鱼人领主那身躯如铁塔般矗立，压迫感比坐着的时候大了100倍不止。众人惊呼：什么？蒋放都没能让 BOSS 起身应对，这小子竟能逼得 BOSS 不得不全力应对。江凯冷哼：呵，你这2条腿终于知道用了。BOSS 吸入大量空气，随后发动了音波攻击，但这一次音波攻击没能成功，被江凯躲开了。同样的招式我可不会再中一次。BOSS 见音波无效，便一叉插了过来，鱼叉瞬间刺到江凯面前，地面爆起一阵烟尘，附近的人也被这一击震得站。就在 BOSS 以为江凯被他这一击轰杀时，他的鱼叉居然断了，随后粉爆开。BOSS 看着空荡荡的手陷入了错愕。这时烟尘里走出了一道人影，我看你这样子，不会是没了武器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吧？还以为江凯被打死的众人瞠目结舌，他是什么怪物啊？鬼星上有把 BOSS 武器打爆的先例吗？接着江凯不再废话，手持9节追命奔向 BOSS。BOSS 还没适应丢失武器的战斗，下一刻他的膝盖就受到了攻击，瞬间爆炸，随后一只腿跪在了地上，膝盖受创，令得 BOSS 庞大的身躯再也无法站立。这一击让他生命掉到了 15%， 但这还没完，又是3道攻击落在了他另一只腿上，轰然爆炸。BOSS 首次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叫，他的生命仅剩 5% 了。江凯手一召唤回武器，眼中火光缭绕，该结束了。随后2道攻击分别落在了鱼人领主的左右手，齐齐爆炸之下，火光冲天。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，鱼人领主倒下了，四肢尽断，生命仅剩 0.1%。来了 ，BOSS 明明只剩一丝血，但江凯却把这个手杀让给了别人，难道他是传说中的圣母婊？就在刚刚，黄通见 BOSS 只剩一丝血便急了，他命令玄武工会所有人放弃和鱼人的战斗，不惜一切代价去击杀江凯。谁能击杀江凯，他就奖励5000万。但如果让江凯抢杀掉 BOSS， 那所有人都别想在战后拿到一分报酬。20万参加战斗的探险者都不淡定了，没有报酬，我家下个月怎么活呀？不行，我家孩子还等着钱治病呢。妈的，还管什么鱼人？赶紧去把那个江凯杀了，不然我们这趟就白忙活了。下一刻，所有人都群情激愤地冲向了江凯，他们纷纷放弃与鱼人的战斗，就算身边的队友被杀，也没能让他们回头看一眼。看着战场发生的戏剧性转变，江凯忍不住嘲讽道：呵，皇家本来就拿不下 BOSS， 现在看到我能拿下，就要要挟众人来杀我，还真恶心啊。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骚操作，他扶起了倒在一旁的蒋放。蒋放很疑惑，你不去杀了 BOSS， 过来扶我干什么？江凯却笑道，我这人是擅长把怪打成残血，但谁说我要跟你们抢 BOSS 了？我要是抢了 BOSS， 皇家家底后不会受到多大伤害，但20万人可就记恨上我可不想被那么多人追杀。说完，2人也走到了 BOSS 面前，你代表皇家是吧？那现在就请你来补这最后一刀吧。蒋放瞪大了眼睛，啥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江凯却说道，快点吧，你再不动手，他们就都要来砍我了，你就当做是为了我好吧。蒋放闻言也不再犹豫，右手召唤出武器，随后一枪刺入了 BOSS 的脑袋。BOSS 发出最后一声惨叫，生命归零。下一刻，战场所有人都收到了一条系统通知：玄武工会超凡者蒋放击杀王级鱼人领主 BOSS。当众人看到这条通知后也懵逼了，不是那个嗜血猎手，居然是蒋放大神击杀了 BOSS。随着鱼人 BOSS 的消亡，鱼人大军也都纷纷跳入了海里。黄通父子完全摸不着头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 BOSS 是蒋放杀的？难道是江凯那小？这时江凯也看向了他们，
们，我这招看你们如何应对。此时战场的探险者都欢呼了起来，我们打赢了，有钱拿了，原来这嗜血杀手是大好人啊！是啊，现在谁敢动这位恩人，我跟谁急。柱子兴奋道，我靠，凯这一波操作帅爆了，而且格局很大呀。暖暖也跟着应和，是啊，太帅了，就连一直对江凯不服气的教官，这一刻也对江凯心服口服了。而身为江凯队友的胡言更是翘上了天，哼哼，现在都知道我家队长的厉害了吧？也不看看这是谁挑的队长。兴奋过后，有人开始将矛头指向了黄家。黄家刚才威胁我们真是恶心啊！是啊，送死要我们干，最后指挥砸了还想让我们承受代价。随后怒骂声响起，滚下来，狗资本家，有钱了不起啊，有种下来和我们单挑啊！我特么要退出玄武工会，对我也退。黄达担心地看着父亲说道，父亲，这下不好了，20万人的退会和负面评论会让咱家声势大跌的。黄通只能咬牙切齿，混蛋，我今天算是彻底记住那江凯了，我们先走，等下次一定要对这江凯狠狠报复回来。而江凯这边，蒋方正和他表示感谢，随后他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，你这身属性是怎么回事？江凯回道，这是我用一次性技能换取的，到时间了就会消失。也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裂开了一道裂缝，一只巨大章鱼触手从裂缝中伸出，它急速朝着江凯的方向而去，下一秒江凯直接被捆住，然后迅速的被拖进裂缝，江凯毫无反抗之力，就这样坠入了黑暗的深渊。